OK，各位网友大家好啊。那今天我们要录一个视频，就是升级 OpenCore，从0.6.6的版本升到0.6.7的版本啊。那主要原因就是有很多网友给我私信或者留言说，赶紧的把0.6.6升到0.6.7。他们好像迫不及待要升。其实我一般没有这么急迫的，有可能跟我在家使用电脑频率不高有关系吧，或者就是以稳定为核心有关系吧。就是一般新出的东西我都很少去升级，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稳定，尤其是像黑苹果这样的东西吧，它本来天生可能稳定性就没那么好，包括那个苹果的操作系统也是一样的。macOS 我也很少说它一出更新我就去升。那我先看看晚上有没有人骂娘的，没有人骂娘，比如说1-2个月过去了，没有人骂娘，那基本上是可以升的。那我记得以前macOS 在发新版本的时候，尤其是在笔记本端，那经常会有出现骂娘，说什么耗电变快了，又是怎么，反正乱七八糟的各种问题。所以我一般等这个苹果应对这些问题，它发了patch之后，我再去升。那这一次呢，那不就是有人催着我，那我就录一期这个视频啊。那我也不知道行不行，那先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觉得第一步我们先去看看文档吧。先去看看文档。我们先看看文档啊。那OpenCore Install Guide，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嘛。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去找它在哪里，应该是在这里边。那在这里边什么地方 ？Install Guide， 我们要看它升级的是在什么地方？升级是在什么地方？其实也不用找它文档了，就是大概的意思嘛。我们先把这个terminal 打开啊。我们先把 terminal 打开，和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把我们的 EFI 分区 mount 进来啊。这是用命令行去 mount， 大家也可以用 OpenCore configurator 去 mount。然后当我们把它 mount 进来了之后，其实就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是你的 EFI 分区里面，这么里面的东西嘛，就是这里面的一点东西的问题嘛。大概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这个 boot 下面的这个文件，这是它的核心文件，这个肯定是要换掉的。然后那个 OC 里面有几个文件要换，那 OC 这个文件肯定是要换掉的，这是核心，这个肯定是要换的。然后 drivers 里面肯定全部是要换的，这里面的文件肯定全部是要换掉的。那我这里6个，对吧？那看你用了多少，这6个文件肯定是全部要换掉。我把隐藏文件，我把隐藏文件显示出来了，是吧？这样子是不是好看一点 ？OK， 看这样是不是好看一点？那这6个文件可能是要换掉了，要换成你最新版的 ，OK。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要换的？tools， 这里面也是全部要换掉的。我的都在。其实有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用，但是有些东西你留着吧，我觉得，比如说这个 clean NVRAM， 这个可能就留着。因为这个 kernel 是有缓存的，包括你这个都是有缓存的，它的缓存有可能是在 NVRAM 里面的。那我们到时候可能需要清一下，我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试一下啊。可能有的机器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清一下；如果行的话，你就不用管它。那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留的，有的我没有 reset system 的这个我也没有用过，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你看吧，有的东西可能有些用，有些东西可能用不着也留着吧，也占不了什么地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config 点 plist，
对吧？这个文件需要修改，那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嘛。当然，你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去下载最新版本的 OpenCore， 对吧 ？PKG， 你把它下下来之后，按照之前我们安装的时候去重新走一遍，只不过你的 SSDT 不用做了，你把原来的 SSDT 复制过来，对吧？那剩下的你怎么去编辑 config.plist， 那你一样的重新再编辑一次，那就没问题了嘛，对吧？但那样做是不是太麻烦了 ？config.plist 里面绝大部分东西是不需要改的。那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路是可以行得通的。那我把刚刚那几个都替换成新的，然后 config.plist 里面要改哪些呢？那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做，就我们去比较 0.6.6 跟 0.6.7 的 sample.plist 区别。如果这里面差别很大，对，那我不是差别很大。如果我们把这里面的差别改，我们知道，比如说它有几个选项，对吧？有变化，那我们把那几个选项的东西改到这个 config.plist 里面，那是不是就 OK 了呢？我感觉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你把变化的部分弄过来就可以了。所以，那我希望是用这个方法来做啊。那 OK， 那今天我就围绕的思路就是这样做。那首先，那我们就是要OpenCore PKG， 那很简单的道理吧，就是我们要去下两个这个文件嘛，一个是 0.6.7， 一个是 0.6.6， 然后把 release 的版本再下下来。0.6.7， 这是 0.6.6， 它的一个历史版本。把它解压 ，download， 解压。那解压之后，我们去看啊，这里面确实有两个文件在 docs。那sample.plist 这两个文件肯定是有差异的。那我们只要知道它差异就好了嘛。那当我们知道它俩差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 config.plist 怎么改了。好。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干嘛呢？这样子吧，我们第一步先把我们的 EFI 备份一下，复制出来，复制到哪里？复制到桌面上啊。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就知道整个应该要怎么改，对吧？当然这复制的还不够啊。理论上来讲，大家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是把你的EFI 放到先到 EFI 放到一个 U 盘里面去，然后用 U 盘去引导你的系统，这样子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但是吧，我也懒得找个 U 盘了，我就直接干吧。然后我这边其实去找一个东西，把它 EFI 备份一下啊，建议备份到外面去。为什么？因为在里边你到时候不一定就是你放在里边，到时候你不一定你能，比如说你启动不了，然后你老的也找不到了的，你放在一个外面的移动磁盘就好了啊，放到外面去，放到这个里面，对吧？OK，那我们把这个 copy 到这个里面去啊 ，copy 进去，然后这个我们就不太需要它了。如果引导不了系统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 EFI 拷回来。那有了这个，放在这个位置啊，好打开啊。然后有了它，那我们第一步，我们是要把这个 config.plist 改掉。那 config.plist 怎么改呢？那我们首先要比较这两个文件。那比较工具也很多呀，就是你 Linux 底下有 diff 工具的，那你如果你装了 Xcode， 你这里其实有一个叫 FireMerge， 对，你有这个工具。但这个工具虽然是商用的，但我感觉也是不是特别好。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觉得它不是特别好呢？那我们把左边放最新的啊，右边它这个功能倒是挺好的，就你拖它就过来了啊，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那现在它是告诉你有4个不同的地方，
些没多少，有4个不同的地方，手动改一改。它这个界面上没有一个地方让我可以切换这4个，就上一个位置下一个位置切换。比如说这里是这个样子的吧，那这里是这样的，那下一个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的，没办法切换。它这里是有的，它上面有标记，但是也可以啊，也可以画，好像也凑合。那我们看看，有些人刚刚我介绍了，就是有一个开源的工具叫 Diff Merge。那这个工具呢，它上面有一个切换的，那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好。那你选中这2个啊，然后点一下 OK， 然后这个时候它告诉你的那 Changes for， 它要告诉你是，然后我们左边是最新的，然后第一个位置是在这里，就是最新的里面有，老的版本里面是没有的。好，然后呢下一个，那下一个在这里，它告诉你新版本是没有的，老版本是有的，那说明这个是过期的。这个是新增的，这个是过期的它删掉了，对吧？那再下一个，那这里是新的有，老的没有，那到时候我们再加进去就好了，对吧？这是新增的。那第4个也是新增的啊，再往后就没有了，好简单啊，就这4个嘛。那这4个嘛，对应的那个文件我们去修改一下，那我这个留着啊。好，那就是对应那个文件修改一下嘛。那有人又说了啊，这个文件我怎么改，对吧？这是 EFI 分区里面的，我们不要动它啊。那可能有人问了说，什么玩意儿，拷错了。Sorry， 拷错了，我要把它删掉，重新来一下。OK， 那刚刚说到哪？对，我们要去编辑我这个里面的 OC config.plist 啊。当然，我这个台机器上是因为有这个，我有 Atom 工具啊。当然，你有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编辑它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Terminal 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工具，对吧？然后这个是在 Desktop 里面 EFI OK， 然后 OC config.plist。那 VIM 工具其实是可以帮你去做的，但是大部分人他不会。其实这个文件就是一个 XML 文件，就是 XML 文件，它是一个文本的。那你可以用那些工具，你也可以用别的。那这个是苹果上嘛？那怎么说呢？我得找个工具我也不找个工具。这样的就是大家苹果电脑里都有一个工具，就装一个叫 VS Code、Visual Studio Code， 就 Visual Studio Code， 你们自己去装吧。装一个这个工具，那其实也很简单，把它拖过来就好了把它拖过来就好了，然后在这里面改不是很方便的吗？那用那个什么 config.plist 的那个 OpenCore， 它有它的好处啊。然后还是就我们去看这变化的部分，很简单的道理嘛，是吧？那我们去看第一个位置它在哪里？是 Audio 这里我们搜这个 Audio Code C 是吧 ？Command F， 然后 Audio Code C， 那好像不是这个号。它不是Audio Code C， 它是在什么位置？我们去看一下，在 Play Chime Output 下面多了2行是吧？我们把这个先，不好意思我们先把这个复制下来是 Command C 是吧？OK， 复制下来。那复制下来到这里来，我们去找到那个 Play Chime， 它 Enable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这个 reset 这一段拷过来force 跟它确认值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是这里一段代码被删掉了是吧？那我们去搜它就好了，把它删掉就好了嘛。我们搜到是这一段
把它删掉不就好了吗 ？OK， 那这一段这是第3个，对吧？第3个是在哪加的？是在这里加的。那我是搜一下吗 ？Ignore text in task。那在这个之间是吧？我们把这2行复制过来，复制过来干嘛呢？加这里去，不就好了吗？然后最后一个，你看好快啊！那最后一个是这里是哪呢？把这个复制下来，我们去查找一下。那这不很容易的吗？哦，就是这上面一个嘛，在上面加了一行，对吧？那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Command C， 对吧？在这里加一行不就完了吗？好，我们 config 点 plist 就算编辑好了，不是3分钟的事情嘛？那剩下的干嘛呢？这些都用不上了。那我们就是替换文件嘛。那第一个是它，对吧？那是它，那很容易提，对吧？在这里，它就是 EFI boot。我们先把 boot 这个Command C，Command， 然后这个是要的，对吧？然后还会说呢，这个 OC 下这个目录是要的，对吧？那我们复制过来，对吧？这个目录是要的，然后剩下的什么 drivers 里面，drivers 里面有几个？我们数一下。那 audio 这个，好，6个是吧？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就是这6个。我们把这6个都复制过来，对 ，apply to， 这6个等于都是复制过来，那都日期都变成这个3月2号了啊。OK， tools 里面我们说把 tools 里面全剔掉，是吧？为什么要把 tools 里面进来？因为有一些工具我们也不知道它兼容不兼容，那不管它嘛，反正是最新版的，我就当它都改过，是吧？就是3月2号了，所以这个都是最新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这个 EFI 就做好了。哎呀，我们太快了，是。对，你的 EFI 就做好了，我感觉是做好了，对，感觉是做好了。然后当它做好了之后，我们干嘛呢？把电脑重启一下不就完了吗？我们重启一下，电脑就好了呀。好，现在正在重启啊，因为我没有那个视频采集卡，我只能拿手机拍一下。然后现在正在启动 bootload 啊。非常抱歉，为什么我这个界面出来这么多呢？是因为我那个 U 盘插在上面，那其实是这个其实是它。但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你们有人电脑如果重启了之后不行，去执行一下这个叫 clean nvram， 我们执行一下它，就最后它是可以把缓存清一下的。那它执行完了之后呢，我们把电脑重启一下啊。我刚刚应该 U 盘拔一下，但是我又没有手拔，我这只手拿着手机。好，我们等它启动，希望可以一次成功啊。这个 macOS 我们用它来启动，看清楚一点啊。是这个macOS， 我们选它。对，我这个在跑马是吧？对，我开了减微，但到这里应该也就 OK 了，所以我先暂停，等一下进入系统再录。好 ，OK， 那现在我们已经重启好了，那第一件事情干嘛呢？把它 mount 进来，mount， 按老规矩，把它 mount 进来啊。mount 进来之后，对呀，我 mount 进来之后干嘛？我其实不用 mount 进来的，我傻了。我们打开这个 Hacking Tool， 对吧 ？Hacking Tool 里面有一个叫 Boot， 我们点开就好。点开它说 Current Boot Version， 你看啊，它单起来版本 0.6.7， 那它这个
最新的版本，最后的一个 release，可用的 release 版本是0.6.7，这表明其实我们升级已经升好了。那升好了之后，对啊，你看看你的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嘛？就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这就是 OK 的。那你接下来需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就看看你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你去做一件事情，去看看你的这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升级的。如果它里面有升级，比如说例如这个在我看来应该是有升级的，在 NVMe Fix， 然后 SMC 的 Processor 和 Super L 其实都可以， USB Inject All 其实都是应该有的，还 Watch SMC 的，还 Whatever Green， 你都去看看，这几个比较核心的都去看看吧，它可能已经有新的版本，然后你把它剔掉就好了。然后这个 OpenCore 的升级呢，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下一期我们再讲讲在这个系统上我们把我们的 macOS 升级一下。我的 macOS 应该是对很早就提醒我升级了，我都没有动过，对，很早就提醒我升级了，我都没有动过它那我想应该是可以升级的，到时候我要去查一查，在最新的版本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上面的设置有什么变化，不是特别清楚吧。我到时候看一下吧。今天先这样，拜拜。